踢在鋼板上，印度人徹底慫了。什麼叫做殺人誅心？看看巴鐵空軍的發布會就知道了。在發布會上，他們公布了一段從印度陣風戰機上截獲的錄音。錄音中，印度飛行員用印地語向加油求救：“哥斯拉，我被擊中了。”雖然這段錄音不足4秒，但是足以摧毀14億印度人焦耳敏感的內心，因為他們發現自己與巴基斯坦差距不僅是訓練不足或經驗缺乏的問題，而是令人絕望的代差。連己方飛行員的通話都被監聽了，這仗還怎麼打？據美國專家估計，在這場衝突中，印度空軍的作戰理念至少落後巴基斯坦10到15年。巴基斯坦打的是預警機、戰鬥機、地面雷達、電磁干擾相互配合的现代空戰，印度打的是法國機、俄國機、美國機和國產機組成的大雜烩。巴鐵表示，印度空軍剛一升空就被他們的預警機準確的識別了出來，並被標識在了後方作戰室的電腦屏幕上。某架陣風幾點幾分從哪兒飛到哪兒，全部實時更新。監視升空後要做的就是用導彈鎖定這些活靶子，等待後方的發射命令。導彈發射後，地面雷達和預警機會實時雙向矯正導彈與目標的位置，配合電磁干擾，印度的地面雷達命中率幾乎可以達到100%。雙方的差距猶如在打一局王者榮耀時，巴基斯坦安裝了開圖外掛，處於戰爭迷霧中的印度根本沒法打，只能灰溜溜的選擇停戰。此外，這場持續了10幾天的衝突，可能體現印度人超級自信與超級自卑的雙重民族性格。我們可以回憶一下，衝突剛開始幾天時，印度的態度有多囂張。先是斷了巴基斯坦的水源，並高調宣稱從此以後印度河的每一滴水都將為印度而流，然後非常自信的挑起戰爭。發動襲擊前，為了裝叉，印度人還提前通知了美、英、法等強國，告訴他們自己只是想教訓一下不識好歹的巴基斯坦人，不會擴大戰爭。這相當於用明牌打鬥地主，都不知道怎麼輸，何等的自信？那他們的自信究竟是從何而來呢？從近幾年印度經濟的增长速度而來。實事求是的講，莫迪接手後，印度經濟增長速度是很亮眼的，除了疫情的特殊情況，其他基本每年 GDP 成长率都能維持在6%到8%，處於全國的第一梯隊。我們巴鐵就有點虛了，最好不過6%，將近在2%到3%打轉。經濟體量被印度越甩越遠。眾所周知 ，GDP 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經濟實力決定了財政實力。對於印巴這種沒有獨立國防體系的國家來說，財政實力又決定了武器採購能力。尤其2019年印巴衝突結束後，吃了點小虧的印度決定採購一批最先進的武器，確保下次衝突時能夠碾壓巴基斯坦。就拿這次出了大醜的陣風戰機來說，法國對外軍售價格是1.3億歐一架，印度人為了盡快拿到飛機，居然同意以2.3億歐的價格採購，其迫切的裝叉心理可見一斑，就等着這一批4.5代機去欺負巴基斯坦了。結果巴鐵雖然錢沒有印度人多，但是人家聽勸，自己不行就跟在龍老師後面好好學習什麼叫陸空一體查打體系，什麼叫超視距作戰，用體系能力戰勝單打獨鬥更勝一籌的印度空軍。印度人超級自信的發動襲擊，結果被巴基斯坦打了個6比0。隨後2天，印度全國忙着删帖，一切有關戰敗的消息統統不准發布。直到美國、法國人證實了確有此事後，自敢言面盡失的印度人又陷入了超級自卑。面對巴鐵發動的銅牆鐵壁反擊行動，幾乎沒有抵抗，眼睜睜的看着供電系統被攻破，全國陷入大停電，然後導彈精準的落在印度境內，摧毀預定目標。這就是典型的印度民族性，遇到一件事不管自己能不能做，反正先把牛吹出去，气勢一定不能输。比如在英國征服印度過程中，有一場極為重要的戰爭叫普拉西戰役。戰爭開始前，印度人集結了5萬大軍和1.6萬名騎士，還有1000名操纵火炮的法國雇傭兵助戰，號稱一炮能把英國人打到海裡去。結果由於戰術理念的差距，被3000人組成的英國火槍兵擊溃。普拉西戰役前，印度人叫英國人是穿着滑稽緊身褲的野蠻人，打完之後叫英國人主人，肉體上和精神上都被打服了。这一次不也一樣嗎？打前超級自信，打后超級自卑，這就是殖民地民族的典型性格。我們在與這種民族打交道時，就應該懂得和他們多講道理是沒用的，直接打一頓，他們才會老實，才會坐下來與我們平等的交談。印度若不深刻反思，調整這種扭曲的民族心態，未來恐怕還會在類似的鋼板上吃大虧，淪為世人的笑柄。唯有腳踏實地，才能擺脫這種挨打才老實的尷尬循環。